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采风摄影杂志，我是大毛本。在我们前几期的节目里，有朋友问到我使用的这个摄影包是什么？这是 Peak Design 的 Sling 10L。今天我们就专门开一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和它的兄弟产品。相机的这一生啊，80%的时间是在摄影包里，15%的时间是在肩上，4%呢在手里拿着，剩下1%的时间呢是在三脚架上。在相机使用的过程中，用户要频繁的在这几个携带模式里边频繁的切换。Peak Design 呢，就是一个充分理解摄影师使用习惯的一家公司，它所生产的产品、背包、背带和搭扣都是充分理解了摄影师的使用习惯而设计出来的。我们先说说摄影背包，在旅行的时候，相机大多的时间是在背包里边的。我对摄影包的要求和大叔们对于文艺女青年的要求是一样的。漂亮、能装和舒服，大家不要想多了啊，相处的舒服融洽而已。Peak Design 的产品颜值没得说，作为一个从 Kickstarter 众筹网站上做起来的牌子，它的颜值必须能够吸引住大多数人注意力才行。一般人对于摄影包的印象就是傻大黑粗的，但是 Peak Design 的产品就是一款看起来不像摄影包的摄影包。今天我给大家说说我使用过的几个型号 ：Sling 10L、Backpack 20L 和 Backpack 30L。在网站上有大量的 Peak Design 的产品开箱和详细功能的视频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边我就不再赘述了。我只是说一说我在使用感触中觉得印象好和设计不足的几个方面，对于未来选购做一个参考。Sling 10L 斜挎包，这是我日常使用最多的一款包，它背起来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尺寸又非常适合于日常的使用。它特别的能装，能够装下1机2镜，外加手机、钱包、耳机、iPad。如果打开扩展的单元，塞下一瓶水是没有问题的。下边的绑带呢，能够挂在小三脚架，拉动背带调整卡扣，就能快速把包转到身前来掏出相机。这款包贴心的设计了防盗锁和相机卡扣的预留口，确保了相机在携带时的安全以及快速的使用，非常适合扫街拍摄时使用。唯一发现我有点问题的是，这个包在背带使用过程中自己会变长，需要随时调整和检查。特别要说的是，这款包的材质非常硬，不管是装满东西还是空置，它都可以保持形状，不像其他的 Messenger Bag 一样，如果你要是里边不装东西的话，就会瘪塌塌的，非常影响美观。材料非常的扎实，防水材料和防水拉链以及金属卡扣体现出的材料和加工的水平。目前有黑色、烟灰色和炭灰色3种颜色可以选。在干重活的时候，我是使用 Peak Design 的背包。Peak Design 20升的包和30升的包，价格上只差了30刀啊，在功能上的差别只是容量上的区别。在外观上，20升和30升区别还是挺大的，这也就是我在看到实物之前，在网上选择20升还是30升之前纠结了好久。但是拿到实物上肩以后，发现差别并没有那么夸张。不管是身材魁梧的人，还是身材比较玲珑的人，我发现都可以 hold 得住这两个包。在容量方面，30升的包可以用于携带15寸的电脑、带电池手柄的无反或者单反，像70-200、2.8这种长焦镜头，或者3到4支其他的镜头，脚架啊、稳定器啊，或者一些体积比较大的个人物品都可以装得下。20升的包稍微小一点。除了不能让长焦镜头和相机一起横置以外呢，能够装的物品基本跟30升的差不多，15寸的电脑啊，还有三脚架，这些通通都可以装得下。本着干活的包越大越不嫌大的原则，我最后买了30升的包，然后呢，颜色选择炭灰色是因为金脏。跟 Sling 背包一样，这款背包的材质没得说。拿在手里有分量，但是背在肩上并不嫌重。只要它的背带设计可以自由贴身，而且背带本身非常柔韧，确保它的舒适性。背带上有专门放置 Peak Design 相机快扣的位置。背包侧面原本有一个设计用来装钥匙扣的快扣，我把它拿来做挂相机来使用。背包采用了双面侧开的设计，我必须说一下，侧开设计不一定适合于所有人，它适合于频繁装取相机这种旅行摄影师。如果你是那种干起活来镜头摊一地的阵地摄影师，我觉得你还是买那种一个萝卜一个坑正面全开的摄影包更适合你。
在侧开包里边 ，Peak Design 我用过是最方便的，双侧都能取相机，这个好处不用说，而且开口非常大，整个包横过来，连换镜头的工作区都有了。侧翼有隐藏的附件插袋，可以装存储卡、滤镜、清洁笔等常用的小附件，非常容易整理和取放。我最喜欢 Peak Design 背包的设计有3个原因：第一是内部可以完全自主隔断，它专利的可变隔断可以让这个包百变成为专门的摄影包，也可以拿出隔断变成一个普通的摄影背包。第二是外部它有4个扎带的设计，很多临时需要取放的大件，比如像无人机、大衣外套、自行车头盔什么的，通过绑带扎在外边，解放双手。第三是无处不在的贴心设计的小机关，比如像防盗拉链，比如藏在包里的护照带和电脑端缘的充电器口袋，甚至它还有专门设计3个提手，用于方便从行李箱里拎取背包。可以说处处都有为摄影师着想的设计。那设计上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它的这个上掀盖的设计，因为在有时候去旅游的时候，比如上次去非洲，我喜欢把包放在胸前，这样的话既安全又容易取放相机。上掀盖的设计有一点会挡脸，略尴尬。但是这种上掀盖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的容积可以扩展。如果你要是把它的容积扩展以后，可以轻松的放下一个相机包在里边，完全没有问题。20升的包，现在有黑色、烟灰色、炭灰和驼色可选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带红点的徕卡特别版，价钱跟普通版是一样的。30升的背包现在有烟灰色和炭灰色，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就该使用到背带了。Peak Design 的背带除了舒适以外，它可以随时调整长度，在你街拍的时候，相机可以放在触手可及的这个高度，走路时呢收短背带，防止相机乱晃。视频拍摄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背带调得再短，可以当做稳定器来使用。Peak Design 的背带有快速调整卡扣的设计，2个方向的快扣一拉一松，轻松搞定调整。我使用索尼 A7 的系统，使用中号的背带正合适。有2种颜色可以选择，一个是黑色，还有这种烟灰色。在拍摄过程中，相机放在三脚架，尤其是在视频拍摄放在稳定器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背带拆掉。Peak Design 就有这种快扣的设计，这个快扣贯穿了整个 Peak Design 所有的产品，它可以用来挂相机，然后可以挂腕带，然后也可以把相机挂在我的背包上。这个快扣它号称的承重的重量是100公斤。在我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，Peak Design 的第4代的快扣设计已经上市了，它解决了一些在某些相机会产生这个快扣磨损的情况。大家不要担心，这个情况只有在某些相机上会发生几率大概只有7%。如果你已经买了前几代快扣的话，可以到 Peak Design 网站上去免费换购它的第4代的快扣。总结，摄影圈里有句话：穷玩车，富玩表，为个乐摄宝。乐摄宝 Fastback 250曾经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背包，现在 Peak Design 10L 是我现在日常使用最高的包。Backpack 30L 用于背电脑、背脚架这种大活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大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包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。感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